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民航系统又出问题了。根据长春市公安局的报道，2025年7月1号上午10点22分，在长春市二道区吉林大路与浦西街交汇处，南航吉林分公司员工李玉仲因为工作纠纷，将同事黄某、李某扎伤后，从大楼一跃而下。被扎伤的黄某和李某经过送医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李玉仲的家属在网上已经多次发声，他的妻子发帖说，事件发生后，南航方面没有及时通知家属，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想知道原因，但是被工作人员百般阻拦，过程中还将她和婆婆致伤。她质疑她丈夫是否在公司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潜规则或者霸凌事件，并且表示丈夫在公司工作了近10年，获得了多次的奖励，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会突然身亡。她希望了解事情的真相。讲到这儿，我觉得有点痛心呢，就是每当有这种事件发生嘛，家属想要去寻求真相的时候，遭遇的总是百般阻拦。像我们昨天说的这个甘肃天水幼儿园有超过50名小孩这个铅中毒，家长想去拿这个检查报告，也是说连个纸质的报告都没有，只是打电话通知他们，而且说什么你的孩子是轻微中毒，然后很多家长就不相信嘛，带到旁边的西安市去做检查，就是中毒，就是总是家长在去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了。网上还有一位自称为李玉忠弟弟的，他在媒体接受采访说他说哥哥在公司工作多年，性格温和，非常难以接受他这种突然的极端行为，他希望南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件事情很快引发了舆论，不少人感慨再也不敢坐飞机了，觉得现在这个民航系统的问题越来越多。大家知道前一段那个东航坠机事件这个事件已经非常明确告知了，说不会公布调查结果，这就导致各种猜疑和推断越来越玄乎。这个舆论几乎已经一致的导向是人为事故了。有人就评论说，按道理来说，机长赚的这么多，而且他31岁就熬到了机长的职位，说明他能力应该是超群的，他的生存能力也非常一流。那作为机长，认识的人物只会多不会少，但这种社会生存能力最厉害的人物之一最后出了问题，说明他的底层状态出了大问题，是这位机长自我情绪调节能力不行，在思想上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和死角。没想过跳槽，没想过换工作，也没想过转行吗？就做这种评论的人，我觉得他是不太了解机长所处的那种境地接下来我就分享2篇比较专业的人的看法。一位是在知乎上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讲述了现代民航系统中的很多问题；另外一位是一位老机长的评述。首先来看这个知乎上的高赞回答，以下的内容来自这位作者叫子任的这篇文章首先，他评价李玉忠，他没有带着乘客走，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真在空中把整个飞机带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对，而且我们以前都听说嘛，像机长的家属一般都不敢跟机场去吵架，对，不像一般的可能夫妻经常拌嘴，但是机长的老婆可能要考虑到他的安危，都不敢嘛。那我想说，那这个民航局的领导怎么就敢跟机长去闹矛盾、闹情绪反正他可能觉得，即便在空中发生事故，这个具体负责这个事的这个人，他也不觉得是他的责任，他反正是在地面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可能都这么想嘛。所以说，在照顾机长情绪这方面就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到。我们继续来看子任的这篇文章，他说这事儿哪怕只发生在地面，就已经足够震撼了。一个飞了多年能开 A321的机长，拿着刀子砍人，最后呢从高楼一跃而下，这不是情绪崩溃那么简单，是制度一路把人逼到墙角。他说，根据通报这位李机长当时正在接受一个叫资质能力排查的内部考核，结果呢就被定为不合格。谈话中他的情绪非常激动，动手就伤了人。排查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对飞行员的规章掌握程度的熟练度、飞行状态进行评估。报告上就写着，这李机长通信失效程序掌握不准确，驾驶舱门电子锁密码不熟，这怎么看呢都是一种基础性的失误。但一个飞了几千个小时能开321机型的机长，他会不记得密码，不会这个应急程序？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清楚这飞行员圈子也都心知肚明，这份报告的背后呢是另一份逻辑，这份逻辑不是看你会不会飞，而是看你是不是自己人。这个事儿呢，要说透，就得从中国民航这几十年的发展说起。说早些年这个中国民航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行业，属于国家战略部门。培养一个飞行员的周期非常长，成本高，一个飞行员至少要练个3-4年。他这个数据不是特别准确，我后面会详细讲其实是应该至少7-8年。
那个时候呢，飞行员叫空中铁饭碗，飞行不易，淘汰率高，所有的飞行员统一由中飞院等几所航校培养，选拔严格，流程规范。但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民航就开放了。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就腾飞了嘛，然后民航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民航的航司一个接一个就冒出来了，比如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奥凯等等。市场大了，但飞行员供应不上，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潮流，高薪挖角，就是从3大行里面直接掏人。这3大行啊，就是应该是国航、东航和南航，这直接开高价。结果这3大航公司这飞行员啊就跳槽成风了。这时候这3大行就坐不住了哈，他们就联合起来搞出了一个飞行员有序流动协议。这个协议说白了就是限制飞行员自由跳槽，你想走吗？可以，你先交几百万的违约金，原单位还得点头。按理说这交几百万违约金啊，我这插一句，它是合理的，因为这培养一个飞行员很多都是航司出的钱，而且这个飞行员的培养费用我后面会详细讲，就是确实很高，几百万是有的。那最狠的是啊，就是档案和执照验证资料都在原单位的手里，如果原单位不点头，就是你什么也干不了，你是不能跳槽的。那从这个协议规定开始实施之后啊，飞行员就开始被锁死在原单位，变成了航空农奴啊，这是那个子任文章里的这个评价哈。这时候啊，大家还在安慰自己说，至少飞得多，收入也高，忍一忍啊，能过下去，没有问题。子任这篇文章里就继续说，真正把系统搞坏的是自费飞行员这件事儿。2007年以后，3大行开始搞自费招飞，名义上是缓解飞行员的紧缺，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条关系户快车道，不用走中飞院那种选拔流程了，航司内部自己面试自己选。那得考什么？就是考你爸是谁。各路的飞2代、烟2代、电2代纷纷涌入。你看电力系统、烟草系统、铁路系统，哪个不是被关系户塞满呢？本来一个技术岗位，最后就变成了圈子里的传承职位。有的岗位一个家族能连着干3代，现在好了，这套东西也进了民航。那他们进来以后啊，就是飞得少，挣得多。怎么实现呢？就宽体机、大航线、好班次，一排就是好几年，这就收入比较高。有人飞完了1个月呢，就只做了几次的起落，但是年终奖却是满打满算，甚至不少人还搭配了固定教员，就是你放心飞，真出事了，有老飞兜底儿。天哪，我感觉之前协和4+4那个学阀2代董希英就够让人震惊了，万万没想到连飞行员都有飞2代了。对，异曲同工哈，就是资源互换。而真正啊，就是靠自己熬上来的这些普通飞行员，飞什么737、飞320这种机型啊，飞红眼航班、飞偏远线，一天可能要飞4段，风里来雨里去，挣的还不如人家坐在这副机长的位置上喝茶的2机长挣得多哈。那李某某啊，这个李玉仲就属于应该那种靠自己一点点熬上来的，他不是圈里人，更不是谁的儿子哈，他熬到机长已经算是幸运了。可是就在关键的节点，一个资质排查把他从空中打回了地面。这个资质排查这几年成了航司手里的万能钥匙啊！你想处理谁，搞一个排查就够了。就是哪怕你飞得好，也能在态度问题啊，或者程序不熟练，或者沟通不足啊等等这方面找到理由。一旦被贴上不合格的标签，后面的程序就是降级、停飞、重新培训，再代飞50小时，然后再付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50个小时从哪儿来呢？就得靠排班。那排班权又在谁手里呢？在领导，在机队手里。那谁先排上呢？当然是圈子里的自己人。你不是圈子里的，你就慢慢等，等个半年1年，飞行资质啊基本就废了。你想走人吗？不好意思，合同在原单位，违约金400-500万，还欠公司的培训费。想去国外吗？那民航局不给你出具飞行记录的这个验证，连资料都带不走。那出不去留不下，还被贴上情绪问题的标签，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疯？子任这篇文章里继续说啊，说这个时候公司还会搞一套心理疏导，让你签条件谈感受，一旦表达不满，说比如最近啊压力比较大，就会被定义成心理状态不稳定，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直接停飞。那这套流程表面上是管理，其实算是清洗。那李玉仲的故事其实不是特例，而是一个典型。他一步一步走到了机长，却在制度里一步一步被逼回了底层。他最后没有带着飞机走，已经是克制。如果真的情绪完全崩溃，把整架航班带走，后果不堪设想。子任这篇文章里还说啊，说他没有这么干，他只是对这个系统里压在他头上的几个节点，就是那几个领导啊爆发了，然后他自己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用命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但是目前看，这个系统还没有回应啊，民航局现在没有回应，南航没有说明，公开的追责现在也没有，
估计大概率也不会有了哈。也没有人站出来说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是不是排查流程太随意，是不是对普通飞行员的保护机制太弱，只有一句刑事案件正在侦办。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对于飞行员来说嘛，哪怕他是普通飞行员，但是像你说的，培养一个飞行员可能要花费几百万，也不是说社会上那种随便的招聘几千块钱就可以雇佣了一个来。那既然花费了这么多心血，为什么要这么随意的对待飞行员啊？对，我也有此疑问，所以我后面就查了很多资料，后面我会慢慢讲哈，我在第3节里面会讲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子任这篇文章啊，他继续说我们知道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这是一个被体制架死的人在最后时刻做出的极端的回应。那这个体制是不是不仅仅是民航的问题？然后让他呼吁大家去看看电力系统哈，说有多少岗位是儿子接父亲的班的，要看看烟草系统有多少领导的子女进了非卖品办公室，再看看铁路、电信，甚至银行、石油、广电，只要是体制内，只要是资源型的岗位，关系户早就排满了。现在这个风终于吹到了民航，而不同的是，民航不是地面的单位，它是一架架的飞机，是几百个乘客的命啊，是每天几千次的起飞降落呀。你可以用关系进别的系统混日子，但是你不能在天上混呐。就是啊，你说这个也不是说坐办公室喝茶看报就行了，这掌握多少人的生命，多少家庭的生命啊！对，你看那些什么电力、烟草系统，它只是几扇资源，但这个呀，它就可能会涉及到几百条人命的问题了。然后这个子任这篇文章里又说啊，说现在的系统连飞得稳都开始向站队稳倾斜了，那离出事儿就不远了。他说这个李玉中的事情啊，只是一个开端。如果这个系统再不动手术，再不清理掉那些混进来靠背景吃饭的，再不恢复飞行员自由流动的职业权利，那么这样的事儿就不会是最后一起。这不是个体的崩溃，这是整个行业的警告啊！可谓这个子任的文章说是振聋发聩。最后他评价说，飞行员不是机器，不是随时替换的零件，他们是真正掌握几百条生命的人。他们的崩溃不是情绪的问题，是制度早就裂开了口子，就是没人敢看、敢撕开去解决问题。现在李玉仲已经没了，希望大家别再把这个问题推回到他身上，说他不适合飞行，而是真正不适合飞行的是当前这个制度。子任这篇文章讲完了哈，从他的讲述可以看出2点，一个是他对这个系统内部应该还算是比较了解的，后面我会讲另一位老机长的评论，和子任的这篇文章中很多信息他是对得上的。所以回头看我视频开头讲，不有些人评论说这位机长是底层思想状态失控，控制机制出了问题，这种评论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位机长的真实状态也许就像子任的文章里所谈的那样，就他当时根本没有什么跳槽选择，他几乎是被逼到了一个死角。是，假如说你说他心里特别强大，他如果说转行或者是咬牙就去赔那个违约金也能活，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想从年薪100万到20万甚至失业的这种落差，一般人是很难承受的。更何况这个问题并不是出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如果是他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导致的，那他最后的一搏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老机长的描述，他描述了一个人从零开始熬到机长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他就说啊，这个技术资质能力并非晋升机长的先决条件，民航晋升机长最快的4-5年，最慢的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晋升上啊。从模拟机到真机的过程复杂，各个科目都要会飞。这位资深机长从一名飞行员的职业生涯就说起，他说从航校刚毕业的学员到航空公司的4副，然后到1副，再到转升，都要有这个过程。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机长，这考核过程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时间要达标，比如说这个飞螺旋桨呢要达到1500小时，飞涡扇的要达到2700小时。从理论到技能，各种科目都得会飞。那飞行时间这个条件过了之后，还有这个航线检查、飞行部的推荐，要通过理论培训考试、模拟机的培训和考试，然后还要飞本场航线的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总之就是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机到真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流程。这位资深机长就说，就是一个副机长，如果他长期不能成功晋升，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航空公司现在不缺机长，
那有可能就通过技术排查就给它卡住。这个时候啊，这个飞行员就感到很难接受。比如有很多副驾驶啊，都已经飞了4、5千个小时了，什么技术水平还有这个时间要求都达标了，但就是卡住过不了。而且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副机长和机长之间这个收入差距非常的悬殊。副机长就年收入大概20-30万，晋升机长就可能达到年薪100万。这位机长就说，有的都是已经很成熟的副驾驶了，但是就差这一步。如果没有人推荐，没有提拔，就很难晋升为机长。因为从副驾驶到机长，那可是一个质的转变。无论是从技术的带头，还是从年收入，刚才我讲了，那副驾驶一年可能20-30万，但是一个机长就是100多万呢。有的呢，当了机长之后，突然又由于某种原因就降到副驾驶了，不仅脸面受损，收入更是受损。这名机长就说，关于技术排查，那问题就更多了。尤其是疫情以来，航班量缩减，航空公司为了减少人力资源的成本，就开始削减机长，有的人就接受不了。看完了子任的文章和这位机长的评述，我一开始就以为，那应该是机长的需求量减少了，是吧？所以在这个岗位在竞争之下呢，关系户会得到照顾，那么完全靠自己熬出来的机长就面临着像子任的文章里说的那样要面临着被清理的情况。那核心原因是不是就在于此呢？现在你看经济放缓，民航旅客的需求减少，那是不是就导致了机长的需求在变少？于是我就去搜索了一下那近2-3年民航旅客运输量的变化情况呢，结果就发现并非如此。其实在疫情之后，中国民航近几年经历了强劲的反弹。2023年民航旅客运输量回升到了6.2亿人次，2024年更是突破了7亿，创造了历史新纪录。现在的2025年的暑运日均超过了240万人次，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按理说，飞机飞得多，航线密度大，飞行任务重，那对机长的需求应该是水涨船高才对呀。对呀。但另一方面，确实不少航空公司就出现了飞行员被降级的情况，甚至连资深的机长也被调去做副驾驶了，或者长时间的待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人力应该紧缺却反向操作的反常现象呢？我进一步去查资料，就发现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结构性的错配。虽然这个整体的飞行量在增加，但是航线的资源机型的结构、机队的更新等等各方面并非同步增长。比如这个新开的支线的航线，短途运输用的中小型飞机所需的是低级别的这个飞行员而大量的大型远程宽体机还没有完全复飞原本负责这些机型的资深机长就成了结构性的多余。在2024年，中国出入境长途旅行的比例其实同比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比如这个北美航线的恢复就速度比较慢。2024年中美航线的客运量仅恢复到2019年的31%。第二就是公司控成本和压人力。疫情之后，航空公司普遍负债累累，经营承压。现在各大航空公司的股价，你看都处于一个低位。东航、海航现在都在亏损，在降本增效的这个思路之下，一些公司就通过调整机长的职级、压缩飞行的小时、减少加班补贴等等各种方式降低支出。那有些资深机长就被调任到副驾驶，甚至名义上进行留岗，就是为了减少工资包。第三就是管理手段有那种激励和惩戒的色彩。有些航司借口这个飞行任务调整对个别的机长降级，本质上呢是出于考核服从性管理甚至内部关系处理的需要。比如个别什么态度不好不配合公司的老飞就容易被打压，而那些年轻飞行员成本低、听话，有的还是关系户，那就是公司更青睐的对象了。在表面上，这个需求快速增长的背后，副驾驶转机长的这个卡点还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导致一边是这个机长老龄化冗余，另一边呢就是大量的年轻的副驾驶长期晋升无望。这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局面，就迫使公司内部频繁调整岗位，影响了整体的结构。最后还有一个被很多人都忽视的细节，就是不是所有的机长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大型机的机长如果降为了小型机的机长，或者是宽体机机长降为支线机的机长，名义上虽然都是在飞，都是机长，但收入、地位、飞行经验都被贬值了。这一类的隐性降级在行业中也相当普遍所以就总结一句话，就是民航机长的这个需求在增长，但是真正收入高和岗位稳定的是一小部分，而在体制与这个管理结构的压力之下，被优化、被降级、被边缘化的资深飞行员正在悄然增多。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人从零基础的学生到成为一个正式的机长，整个的流程和费用。那一般来说啊，整个流程通常需要7到10年的时间，分为飞行员的培训、成为副驾驶、累计飞行时间、最终晋升为机长这么几个阶段。首先，在飞行学校接受基础的训练，取得商用飞机的执照阶段，就花费大约要80万到120万人民币。这部分费用通常就由航空公司垫付，签订带薪培训服务期10年的合同。当然，也有部分的民办航校会采取自费培训，但是这种学员会比较少，因为这个费用一般人是掏不起的。接下来呢，就成为航空公司副驾驶之后啊，需要累计至少3000小时以上的安全飞行经验，同时还要完成复杂的这个模拟机训练、机型转换课程、机长晋升考试等等。整个过程中啊，公司要为这个飞行员的培养投入大量的资源，包括飞行的教员啊、模拟机小时费啊、人工成本等等。所以说，为什么这些航空公司确实要跟飞行员签订一个长合约，而且要签一个比较高的违约金的原因啊，这也是非常合理的。那综合来看，一名从零开始培养的这个民航机长，他的总成本大概在200万到300万人民币之间，其中呢还不仅包括了这个培训费用，还包括多年的这个薪资的支出啊、资源的占用和安全管理成本。其实还有一块成本就是时间成本哈。因此，在民航系统之内啊，一个机长他不仅是技术骨干，也是重资产投入的一个人才工程。这也是为什么飞行员我刚才讲这违约金会比较高，因为这个培养的成本和时间啊确实很高。如果随意的降级或者流失，对航空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种比较大的损耗。在实际飞行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如果在降低飞行员整体薪酬包，从而实现收缩成本的情况下，如何留住和安抚这些飞行员，保障飞行安全，是现在各大民航公司必须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否则呀，民航系统无论是天上还是地面的人为事故，都只会让乘客们更为恐慌，会用脚投票，优先选择高铁而不是飞机，会让整个行业进一步蒙上阴影啊。希望李玉忠事件有进一步更为清晰的调查结果公布，既是为了李玉忠和家属的公平正义，也是为了民航系统的安全与制度完善，让老百姓更加放心。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